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王建民早逝早有预兆，这8种短命手相特征就能告诉你真相。在相术学中，手相和面相一样，都是预测一个人命运、健康、性格和寿命的重要依据。通过手相，我们可以发现隐藏在手掌纹路和形状中的一些健康隐患。王建民这位曾经叱咤台湾棒坛的明星，不幸英年早逝，患上了癌症。从手相学的角度来看，他的去世或许早有预兆。手相学中，某些特定的纹路和手掌特征，往往揭示出一个人可能短命的迹象。以下我们将从手相学的角度来分析短命手相的特征，并结合王建民的案例，探讨如何通过手相学来提前预防健康问题。1. 生命线短促且有断裂。在手相学中，生命线是观察寿命长短和身体健康状况的主要依据。生命线从大拇指与食指之间开始，向手腕方向延伸。通常，生命线长、深且流畅的人，代表体质好、生命力强，寿命相对较长；而生命线短、浅或有断裂的人，往往体质较弱，容易遭遇健康问题。王建民的生命线虽然不算极短，但在中段明显出现了断裂，且线条较为浅薄。手相学中，生命线的断裂通常预示着人生中会遇到重大健康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这种生命线断裂的手相特征往往暗示着身体机能的严重衰退。王建民多次遭遇运动中的严重伤病，后期更因癌症去世，正印证了生命线断裂所带来的健康隐患。此外，生命线中段断裂的手相也预示着人在中年时期容易出现意外或突发疾病。王建民的生命线在30岁左右的年纪出现明显的断裂，象征着他在这一时期会面临生命中的重大健康危机，最终癌症的爆发与这一特征不谋而合。2. 智慧线与生命线分离过早。手相中，智慧线代表着人的思维方式、判断力以及精神状态。生命线与智慧线的起点通常是相连的，但有些人这2条线在起点上分离得过早。这种手相特征通常表明此人性格较为独立，容易急躁和冲动，常常会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性格特征往往也影响着身体健康，因为心理压力过大，容易导致内分泌失调，进而引发各种健康问题。王建民的智慧线与生命线起点分离得较早，这表明他在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经常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王建民在赛场上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过早的分离手相往往意味着其人在精神层面容易出现问题，尤其是长期的心理压力可能导致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最终影响身体健康。手相学认为，智慧线与生命线过早分离的人，虽然独立自主，但也容易因为急躁和精神紧张导致健康隐患。王建民的生活经历与这一手相特征相符，常年承受运动比赛的高压，再加上频繁的伤病，使他的身心承受了巨大的负担，最终影响了他的健康。3. 健康线模糊不清。健康线在手相中是一条从小指根部向下延伸的线，它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如果健康线清晰且无断裂，代表此人身体状况良好，健康状况较为稳定；而如果健康线模糊、断裂甚至缺失，则预示着此人容易罹患慢性病，甚至遭遇严重的健康问题。王建民的健康线较为模糊，且在多处有断裂。手相学中，这种模糊的健康线通常意味着此人身体免疫力较差，容易受到疾病侵袭。健康线的断裂象征着身体容易受到重大疾病的困扰，
尤其是癌症等慢性疾病的爆发，往往与健康线的破损有直接关联。健康线模糊且断裂的人，往往在生活中难以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容易受到环境或情绪的影响，进而导致体质虚弱。王建民在其职业生涯中多次受伤，健康状况一直不算太理想。后来罹患癌症，也印证了健康线断裂带来的预兆。4. 命运线不连续且偏离中心。命运线代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财富以及运势，它从手掌底部向上延伸至中指根部。命运线清晰且流畅的人，通常职业生涯顺利，生活运势较好；而命运线断断续续、偏离中心的人，则表示此人在事业上容易遭遇挫折，生活中也难以保持稳定，容易因外界因素而出现变故。王建民的命运线断断续续，且在中段偏离中心，这表明他的人生道路并不顺利，尤其是他的职业生涯会经历多次波折。手相学中，命运线不连续的人，通常在事业中容易遭遇突如其来的挫折。王建民的职业生涯虽然辉煌，但多次伤病和长期的压力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命运线的不稳定正好印证了他生活和职业上的坎坷与艰辛。命运线偏离中心，也意味着此人的人生容易偏离正轨，遭遇健康问题或其他外界打击。王建民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多次因伤病缺席比赛，职业发展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些坎坷与他的手相特征紧密相关。5. 手掌颜色发暗且干燥。手掌的颜色与人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通常手掌红润、光滑的人身体健康，气血充足；而手掌颜色暗淡、干燥且粗糙的人，往往气血不足，身体较为虚弱，容易患上慢性病或重大疾病。王建民的手掌在他生病期间显得较为暗淡和干燥，这表明他的气血运行不畅，身体内部功能逐渐衰退。手掌颜色发暗通常与肝肾功能不佳相关，长时间的气血不足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进而引发癌症等严重疾病。手掌干燥的人，通常身体内部的津液代谢功能较弱，身体难以保持良好的水分和能量平衡。王建民的手掌状态表明他在晚年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手掌的变化是身体衰弱的直接体现。6. 指节粗大且不匀称。手指的形态在手相学中也是判断健康的重要依据。手指匀称、修长的人通常健康状况较好，而手指关节粗大且不匀称的人，往往身体素质较差，特别是关节处的粗大和不均匀，通常预示着此人容易罹患关节疾病或慢性病。王建民的手指关节较为粗大且不匀称，这表明他在运动生涯中可能因为频繁的训练和比赛，导致关节过度劳损，最终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手指关节的粗大还象征着身体内部循环系统的不畅，气血难以顺畅流通，容易导致免疫系统的失调和慢性疾病的滋生。7. 掌丘塌陷。在手相学中，掌丘指的是手掌中凸起的部分，这些掌丘与手指底部对应，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行星能量和身体健康状况。掌丘饱满且有弹性的人通常体质较好，精神状态良好，而掌丘塌陷的人则代表体质虚弱，容易在健康上出现问题。王建民的手掌丘相对来说较为塌陷，尤其是水星丘和太阳丘，这两处掌丘分别位于小指和无名指下方，代表着人体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心血管功能。水星丘塌陷通常意味着肠胃功能不好，免疫力下降；太阳丘塌陷则预示着精神压力大，可能会导致神经系统紊乱和情绪不稳定，长期下来可能引发慢性病或重大疾病。这与王建民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他在晚年罹患癌症，
表明他体内的免疫系统早已出现问题，正是长丘塌陷所预示的健康隐患。8、手指指节过粗。手指的形态在手相学中象征着人体的整体健康状况，尤其是手指的关节和指节。如果手指关节过于粗大，通常预示着关节或循环系统有问题。手指关节越粗大，说明人体内的气血流通不畅，尤其是血液循环和骨骼健康容易受到影响。长期下来会导致慢性疾病甚至重大健康问题。王建民的手指指节较为粗大，尤其是中指和食指的指节明显突出。手指关节过粗，意味着他身体中的气血运行不顺畅，可能会出现关节疾病或骨骼方面的问题。这也与他长期从事高强度体育运动有一定关系。频繁的运动可能加剧了关节的磨损，进一步导致健康问题。此外，手指粗大且僵硬的人通常体质较差，容易感到疲惫，并且容易罹患慢性病。这种手相特征显示了王建民在健康方面的潜在隐患，特别是身体内部的循环系统和免疫系统可能早已处于不稳定状态。通过王建民的手相特征，我们可以看到，手相学虽然并非科学，但它确实通过细致的观察，能够揭示出一些健康问题的预兆。生命线短促且断裂，智慧线与生命线分离过早，健康线模糊不清，命运线不连续，手掌暗淡干燥，手指关节粗大等特征都是短命手相的标志。王建民的手相中，这些特征早已预示了他生命中的重大健康危机。从王建民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吸取教训，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手相学的意义不仅在于预测命运，更在于提醒我们及时发现身体的异常变化，尽早采取预防措施，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体检，合理运动，保持良好的饮食和作息习惯，是延年益寿的关键。无论是否相信手相学，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注健康、改善生活的契机。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